过去呢，我们做公益都是突出苦穷惨啊这种纯的救助，当然现在也还是需要的啊，但是呢，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我也还在路上。这个车就是我们家，是我们娘娘的家。一些年轻的女性呢，就是跳出来对稳定的依赖，投身到这个行业，个中吧肯定有一些无奈。你是不是认不得了？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她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们常常呢默默地在工作，我们呢可能每天都在享受着他们的服务，但是不一定能够看见他们的现状。在家这个产后压抑，我受不得活，太累了。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需要注意什么，才能够让那些需要被帮扶的弱势女性群体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并且说出自己的困境，来接受我们的帮扶？我们都知道，女性健康可以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两癌筛查，也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2种癌症真的可以说是女性健康的最大杀手。比如说，在中国和目前乳腺癌每年的新发病例已经超过了42万例，而宫颈癌的每年的新发病例已经超过了15万例，所以越来越多的专家在呼吁要进行两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所以秘书长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两癌筛查机制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推进状态？它会覆盖哪些地区和人群啊？您说的呢特别的对，目前呢就是宫颈癌、乳腺癌呢这2大癌症呢是影响妇女健康的最大的杀手。这2种癌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妇女独有的。当然，就像乳腺癌呢，男士也会得，但是非常少。所以，对于妇女健康来讲呢，两癌防治呢，在这个公共卫生领域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2天，中山医院来的在搞着两癌筛查，上面有种免费的项目，我们就尽量让到北京嘛，去享受好种待遇。2009年以来呢，我们全国妇联就是配合卫健部门呢做这个两癌筛查的工作。我们开展免费的宫颈癌筛查呢，达到了3.42亿人次，3亿多的女性。那么乳腺癌筛查呢，也有2.45亿人次。当然了，这个筛查呢还是比较泛的，所以像在这个2025年，我们就和腾讯共同发起了两癌宣传与患病妇女帮扶这样一个项目，在中西部地区呢构建示范性的精准救助网络，依托咱们腾讯健康普惠实验室开展精准的筛查救助。到目前呢，这个项目呢已经为这个四川呀、云南等边疆少数民族重点的就低卫生资源地区吧，困境两癌妇女呢发放慰问金达到了335万元，惠及到670人次。我在这里呢也还补充一下，患病妇女的两癌救助呢，我们国家呢还有一个以我们就是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为主体的这样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的精准救助的国家级的项目。从2011年发起到现在呢，就是得到国家可以说是就是国库的资金支持，因为两癌救助两癌公益金呢是由财政部直接管理的。到2025年呢，我们已经累计争取到这个中央专项的彩票公益金是33亿元，每人1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已经救助了33万名低收入两癌困境妇女。是两癌筛查，我查了一下资料他说针对的这个女性是35到64岁的女性群体，但是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确认一下，它是针对所有的地区适龄女性都做检查是吗？现在呢，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到了这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那就意味着应该就是所有的地区都做，但据我了解也没有全部覆盖，实际没有全部覆盖。对，实际上是没有全部覆盖。如果能覆盖的话，都是免费的，是吗？对，就是接受筛查呢是免费的。所以其实政策上的覆盖率和实际的覆盖率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我这里边呢查到了2组数据说是在中国的女性的宫颈癌的实际的受检率是51.5%。
而乳腺癌的女性的实际的受检率呢是30.9%。我的问题在于说，那既然这么有必要对女性健康来说做这件事情，而且是免费的，那为什么听上去这件事情推进起来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阻力？您觉得这当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资金的问题、技术的问题，还是说认知和意愿的问题？哎，在做那个检查两癌筛查，我不做，你为什么不做？不要怕害羞嘛，因为这个做是对你有好处了嘛。因为这个宫颈癌和乳腺癌是做了以后都是医不好的，你晓得了嘛？哦，去做哈，过年都要做下工作哈。两癌筛查阻力呢，真的是来源于多方面。就国家的政策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困难，就是妇女的认知。举个例子吧，这个我在基层调研的时候呢，也跟基层妇女呢也聊过。我就问你会去主动的去筛查吗？他说我不查。真的就是低卫生资源地区，还有那些低收入的妇女群体，他会认为我不去查，我不知道我生病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但我一旦查出来了，这个家里你说查出来就得治吧，治呢就需要钱呀。但是这个呢，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她作为家里经济的可以说是顶梁柱，她为家庭付出，她是积极主动的。但是为自己，她要觉着自己花钱，自己成了家里的负担，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所以还是一个收入的问题。对，这个和经济收入还是相关的。另外呢，这个筛查的麻烦，比如说农村妇女，我需要从乡村我去到县城去查，来回的交通费呀，耽误她的劳作呀，这些呢可能也都是需要考量的一些问题。我在这个项目上其实跟一些做公益的人聊过哈，他们告诉我说，在基层，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做两癌筛查、推广两癌筛查，会遇到2种非常典型的情绪。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收入问题之外，还有2种情绪，一种是不好意思，怕丢人，还有一种情绪是不敢相信，怕被骗。咱们有什么解法吗？我们也遇到过这个解法，我也觉着呢，回归到我们组织的力量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依托母亲健康快车。我们母亲健康快车呢是2003年就是发起的，聚焦贫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就是居高不下呀，这个痛点，给他们捐赠健康救护车，用于来接送孕产妇，开展两癌筛查、健康宣教。在这个车的基础上呢，呼应您说的这2个痛点。这个项目它的核心的要点呢，就是赋能于人。因为车是一个硬件载体，依托这个载体，更多的发挥人的作用。比如乡镇卫生院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他来带动3个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村医，再带动9个我们基层妇联的执委、骨干，给他们呢做健康的指导、健康赋能。再由这些人深入到老百姓家里来做他们的健康宣教，比如讲慢病管理。不仅仅讲两癌了哈，不仅讲妇女的这个健康，我们包括家庭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的，怎么样日常用药啊，怎么样的管理，这样呢，我们就是解决健康支持最后1公里的问题。其实我跟您探讨一下，其实我发现哈，这种刚才咱们聊的这种不敢相信也好，或者是不好意思也好，这些情绪，其实在不仅是针对两癌筛查了。很多这个需要帮扶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都普遍存在。对的，很多人，他们内心是渴望被帮扶的，但是往往就觉得说是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相信。您觉得咱们从这个项目抽离出来看哈，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需要注意什么，才能够让那些需要被帮扶的弱势女性群体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并且说出自己的困境，来接受我们的帮扶。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理解哈，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信任通道。没有信任，你这个事情是很难持续下去，也很难推进下去。对，就别谈持续了。对，这个前期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充分的去调研这个妇女
群众就是这个受益群体的需求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前2年呢，我们也是和公益伙伴合作呢，发起了一个叫“卡姐之家”货运行业女性赋能的这样的项目。他们很多人都说是你一个女娃开那么大个车你不累呀？她是为了生活没得办法的。卡姐卡嫂呢这个群体，货运路上呢，夫妻开一个车，2口子在高速公路上可能会跑很长时间，大家换着开车。他们常年离家，孩子照顾不上，这是他们的一个痛点。所以项目呢，在设计给他们赋能的时候呢，就是有关爱的内容，有一些支持的物资包，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说开发一些亲子的课程，然后呢，让他们呢和孩子呢能有个互动的机会。通过这个切入点，一下子呢就找到了他们参与的热情。我们真的只有了解他们，才知道他们的需求，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合理的去帮助他们。是的，这点非常重要。对。当然，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女性健康的话题，其实也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女性的多发疾病嘛，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心理健康。我们都知道，其实由于当下的这样一种性别文化，还有就业模式以及社会权力结构等各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之下，其实女性承受的压力往往要比男性多。是有一份研究报告我注意到说，女性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概率是男性的2倍。我不知道秘书长，您对于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您觉得当下女性有哪些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最值得我们关注？有哪些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感觉后来比较严重，有看到楼下又就是想跳，然后我就想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就是什么都不管，躺着。在他们眼里就是怎么这么懒？你都当妈了。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对我来讲呢，稍微有点难。这个难是难在什么方面呢？我们也关注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包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近些年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议题。但是从公益领域呢，依托一个或者是多少个公益项目来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探索。但是呢，没有形成一个特别有效的。有规模，因为一个是资金确实投入的不够，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你筛出来在干预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当然我们在其他的项目，我们也高度关注对女性的心理抚慰啊、陪伴呐、开导啊这样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一个很传统的项目叫母亲邮包。我们2012年发起这个项目，针对妇女的需求，打包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冬天呢，比如说这个棉马甲啊、棉手套、棉帽子，解决它的御寒的问题，是一些实用的生活物资。那我们近年呢，把发放邮包和对这个妇女的心理关爱呢结合起来，基层妇联干部带着这个母亲邮包到这个困境妇女家里，跟她聊一聊，听她释放，聊一聊以后。他心里就释放了，这样的事情呢，我也做过很多次。经常就有那个大妈就拉着我的手就不放了。她说的话方言，我说实话，我很多我也听不太懂。但是呢，她那种倾诉的那种欲望，不光是我们的团队干部带着邮包下去，他们反馈上来都是，我听他们讲，我被点燃了，我被感动了，我跟他们一起流泪。在这个过程中也感受到就是做公益的这种成就感。是。所以说，造成女性心理健康的问题的压力是多元的，这当中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就业和收入嘛。咱们接着来聊一下就业普遍的一个感知就是这2年随着经济科技的一些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业态，包括外卖员啊、快递员啊，还有网约车司机啊，还有短视频博主啊，对吧？等等。我的一个观察是，在这些行业虽然说女性的占比未必是很高，但是呢，由于这些行业它都是新兴的行业，所以行业的规则没有那么的充分和完善，以至于说
传统的那些基于性别所产生的一些行业问题、职场问题，在这些新兴的行业可能会更加的凸显。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接触过从事这些行业的一些群体，他们在就业这一块有什么样的一些困境吗？就业的困境，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就刚才也聊到哈，就这些群体呢，他们的就业呢，就是自由度会高，但是呢，在这个就业的稳定性上、职业归属感上，还是有一些困惑的。我是觉着呢，对于女性来说，从事这些领域呢不稳定嘛，就是女性对稳定的追求一定是本能的。但是呢，毕竟在这个新的时代有不同的选择，所以也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呢，就是跳出来对稳定的这个依赖，投身到这个行业。个中吧，肯定有一些无奈，也有一些自己呢就是个性化的追求。有的时候坐车和这个网约车的女司机聊，我说你为什么干这个活啊？他说我这个自由啊，我开白天，我老公开晚上，或者呢，我需要照顾孩子的时候，我可以不用请假，我就可以去了，这是吸引他们去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呢，确实这些行业呢，目前还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完善的，就是这个劳动用工的这个权益啊、保障啊这方面。我们观察到他们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自己的健康啊、照护这方面呢，和这个体制内和这种稳定的职业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你比如说，有很多女外卖员、女快递员。他是顾不上每年定期去做体检的。针对这方面的需求呢，我们这2年也在探索哈，为他们来解决这么一个困难。您看秘书长，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发现社会的就业结构真的是一直在变化，而且有很多人在预判说，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 AI 技术的发展，这种变化可能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大。但是这当中，我注意到有一种观点说，AI 技术的发展，它对于某一些女性占主导的行业可能不太友好。就比如说秘书啊、行政啊，或者是翻译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哈，女性占主导，对吧？但是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它的这个劳动重复性比较高，很容易被 AI 取代，所以他们判断说，从事这些行业的女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一种结构性失业的一个难题。您怎么看？不管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它终究还是一个工具。业界、学界哈，都也有的各种探讨，像人工智能能不能取代人类。有一些职业可能是会取代的，但是呢，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只要你在这个行业领域你做到高端、面向于人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AI 还是很难完全取代的。所以我觉着这个职业取代，不好说是伪命题吧，但是呢，对于女性发展，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过分的去焦虑。这个 AI 呢，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现实的基础性的工作，会帮助我们提高效率。但是呢，就是说这完全的被那个取代人，我倒觉着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是这样。完全被取代可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种想象哈。但是有一点，可能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未来不管是传统的岗位还是新兴的岗位，不管是传统是女性占主导的还是男性占主导的，在未来的就业形态当中，一个人如果你掌握的 AI 的技能越多，那可能你的成功的概率，你的这个适应的能力就更强，对吧？是的。那可能又有人说了，哎，好像整体来讲、客观来讲、相对来讲，好像女性在这个行业好像不是占特别的优势。哎，这个如果说一旦未来这个 AI 要渗透到各个行业了，那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不那么友好啊？我的体感怎么好像刚好相反呢？怎么讲？我倒觉着呀，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呢，当然在高端研发这个领域呢，确实你现在还说女性和男性呢，确实还是有差距的。正因为有差距吧，所以我们目前呢也在做一系列的项目，支持这个女性的这个科技赋能，发起这个探知未来科技女性培养计划。这个项目呢，就面向女初中生、高中生。
来呢给他们开展这个 STEM 这个课程。我是感觉呢，女性在应用 AI 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有事儿，我们问豆包，问 ChatGPT， 女孩子应用这些，就像我们用这个刺绣这个技能一样，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和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需要一个沟通交流。需要给他赋能的。我们之前的项目呢，有专门培训这个女性标注师、人工智能标注师，包括训练无人驾驶。一方面是标注，一方面呢让他识别这个是什么，你需要有人去给他去引领的。而女性呢，能够坐下来精细的去做这些事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是。当然我们在说，不管这个。AI 技术、数字技术怎么发展？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传统的女性占主导的行业，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岗位它是会长期存在的。尤其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当我们逐渐把越来越多的目光瞄向那些高新技术的时候，那些传统的女性占主导的行业。那些行业的一些女性劳动者，包括尤其是那些基层的女性劳动者，可能她们的处境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你们有没有休息间之类的？没有。有没有坐的地方？就坐的地方，那个马上是要上岗，他非得坐吗？有一些城市的女性保洁员，她们的劳动环境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她们可能平常还需要在路边在桥洞，甚至在公共厕所休息。还有包括有一些在山里面采茶的一些女性，可能她们平常也只能在铁皮房里面去休息、去做饭之类的。技术浪潮之下，您对于这一些基层的女性劳动者，她们的生存现状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她们改善她们的劳动环境吗？您这个提议特别的好，真的，我是觉着呢，也帮我们呢，就是更多的去关注到就是基层女性那些精准的需求。确实呢，我也观察到有一些地方，像工会妇联也都做了一些像搞的零工驿站包括一些关爱驿站，支持热水支持环境改善也都是共同的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当然呢，他们的这些精准需求呢，我觉着都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小而美的项目来做起，然后我们通过社会力量的这种实践探索，然后带动呢国家政策的就是覆盖，然后帮助这些群体呢实现更好的发展。我请教一下秘书长您在帮扶这些比如说基层的劳动女性的过程当中您感知到的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哪里？资金还是我们的技术，又或者是企业的配合度之类的？我觉得最关键还是资金，对，还是有更多的就是有爱心企业或者是爱心人士呢，能够愿意投入进来。这些群体呢，他们常常呢默默的在工作，我们呢可能每天都在享受着他们的服务，但是不一定能够看见他们的现状。快来叫美女照一个。所以通过一些支持社区的一些公益项目，支持这些特定群体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依托一些基层的妇联组织基层的工会组织覆盖进来。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也推这组织覆盖、工作覆盖，这样子。当然说到女性就业的话题也好，其实我们也不能遗忘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些全身心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的宝妈们。人生就是为了小孩活的，感觉自己就没有人生价值了。工作一下，我感觉最起码我在努力的挣钱，我努力的让生活变得更好。其实他们也有就业的需求，但是因为要在家照顾孩子嘛，做家务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些特别匹配他们的时间方面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个问题现象就直接导致，就是说他们不管是在收入上还是在生活上是缺乏保障的，以至于有人形容他们是相对打引号的脆弱的一个群体。从我们基金会来讲呢，我们针对这个像全职妈妈的这个群体，我们也探索性的呢设计了一些项目。所以像之前我们也是和企业伙伴呢共同面向全职妈妈开展过就是全职妈妈关爱的这样的项目。像我们在深圳、上海
都有针对城市里的全职妈妈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收入状况做一些调研，了解他们的困惑呀、诉求啊。一个是被看见，一个是更多的发挥作用，搞一些社区，包括一些心理赋能这方面的。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夫妻会好像合作开展过一个叫做天才妈妈的一个项目。对的，它针对的好像也是类似于就是全职妈妈，给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非遗传承啊之类的一些工作。是的，这方面能介绍一下吗？是的，这个项目的发起呢，最开始的利益还不仅仅是说的解决宝妈居家就业的问题，更多的呢是观察到我们的非遗，特别是手工非遗这个领域里呢，女性的传承人和从业者是非常的多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的4大名绣，是吧？多数大师都是女性的。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些绣娘，真是为我们的文明传承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那在这个新的时代呢，这些非遗项目呢，有好多濒临到灭绝的状态。年轻人呢，越来越少的愿意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当时的一个痛点。回到就说我们的这些农村的留守妇女妈妈们，很多人呢也都有通过手工来补贴家用的习惯，但是呢缺少更多的组织和社会资源的支持。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支持妇女手工艺发展的这样的项目，整合打包，就是升级为天才妈妈这么一个项目。当时呢命名为天才妈妈呢，有2个寓意，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的这种精湛的技艺，很多真的就是天才的。像我去看到的农民画家，他就是在一张白纸上，他勾勒出来的这些线条、这些画，我是觉得他也没有受过这个更多的绘画的训练，但是他用的这些线条、这些色彩，他的那个审美就是上天赋予的。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基于这样的项目呢，期望每一个从事这些技艺的人呢，包括那些困境的妇女、那些宝妈们，拥有这份自信，我做的是像天才一样被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明白。所以天才妈妈这个项目虽然说缘起它可能是需要能够解决这个非遗的传承的问题，但实际上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它又同时能够解决很多的妇女群体，包括农村妇女她们的就业的和收入的这些问题。对，是的。我们目前呢是在全国建了50多家梦想工坊。这个梦想工坊呢，就是要有一位我们讲天才妈妈的这个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一般都是省级以上的非遗传承人，他来带动更多的妇女。农村的也好，或者是这种县域的也好，宝妈呀，或者是大妈，他们呢居家就业。我们一方面给他一点资金啊，帮他装修一个标准化的梦想工坊，然后让这些妇女们有这么一个空间来共同的在这里做刺绣，来做扎染，来做她的技艺。同时呢，我们引入高端的来自北京、上海的这些艺术大师、专业院校的师生入乡，帮他们提升传统手工艺的时尚感。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就是马斯克的那个小儿子对，他穿的那个小马甲，还有呢拿的那个虎头包，戴的一个虎头帽，是那个虎头帽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也是支持这个非遗手工就业的一个项目，我们叫一针一线。我们这个项目呢，支持的就是湖南18洞村的这些妇女们，她们就是做这个虎头帽这个产业。哇，原来跟咱们的这个发起的相关的项目有那么有直接的关系啊！对，他们就是写这个文案的时候，我还说我们不会是在蹭流量吧？他告诉我，他说，真的不是，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做的，我们已经反复的确认过了。这个不叫蹭流量，这个叫证明自己做这个项目的价值，对吧？对，真的是的，这也呢看出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际影响力在日益扩展的时候，非遗文化是特别受到世界欢迎的。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我们举办这个全球妇女峰会，在为峰会配套展览的是数字赋能妇女和女童成果展。那么在这个展览上呢，我们有天才妈妈支持的
5位非遗传承人，那些中外嘉宾呢，就是体验这个苏绣怎么绣的啊，体验我们这个绣的那些小熊猫。基本上我们准备那些小件儿的那些展品都已经被他们因为我们也是拿来就可以作为友谊的礼物嘛，全都被收走了。对，这个可能是很多的网友、很多的观众非常关心的。我好奇追问一下，像这些小熊猫呀，或者是刚才您提到的马斯克的孩子，他的这个戴了帽子呀，或者是穿的马甲，咱们在哪儿能买到啊？我们因为是公益项目嘛，和商业还有个切割，我们不直接帮他售卖，但是呢，我们会给他呢打造一些展示和获取经济收益的平台。你比如说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大学生时装周都有我们天才妈妈的摊位和影子。明白。还有像我们中非什么妇女论坛、金砖国家的妇女论坛，我们 APEC 的妇女的这些交流活动，只要是和妇女沾边的这些大型的国际交流平台，基本上我们的天才妈妈这个项目都有一些都有参与。我们通过这些平台呢，让他们被看见、被知道，然后呢，这些传承人呢，他们自我的发展能力是非常强的。要不他们怎么叫天才妈妈呢？举个例子哈，去年呢，我们这个项目走到了老挝，在老挝落地了一个天才妈妈友谊工坊，就是呢来赋能老挝的妇女，提升她们的技能。当时选择这个技能的时候，我们就想，他老挝因为和广西呀、云南呀，他们就是这边的这些少数民族，他的手工技艺是非常像的。我们经过调研考察，就是做这个竹编、藤编。那我们去年呢，就带了我们2位天才妈妈的非遗传承人到这个老挝去给他们做讲师。不仅仅是这个竹藤编，像我们这次呢去到文博会的呢，还有什么彝族的漆器、冻剪、彝绣、鲁绣、畲绣、潮绣、潍坊的风筝，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支持的项目的这个一些手艺人。他们在文博会上据说是非常被追捧的热点。所以您做的这个工作真的是很重要。虽然说没有直接的说是帮他们去设计一个商业项目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能够这样通过这样的项目让他们被看见。对的，他们有很强的自我生长的能力，他慢慢找到自己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尤其是这种赋能类的公益项目，最终的受益人他的出处一定是要在商业领域，在这个经济层面上，他有一个自我造血的能力。是，他实现了这个能力的话呢，我们的公益的使命应该也就差不多，就算是完成了。明白。当然，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公益主题，其实所有的美和力量，我相信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关于女性困境，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知。对的。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啊，我特别想请秘书长您能不能暂时从妇基会秘书长的这个公职身份抽离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让您自己个人有感知的女性困境是什么？或者说，结合您个人的经历，您觉得哪些女性困境最应该、最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被关注、被支持？很多困境吧，真的源于一种认知和选择。当年我走过的弯路，我都特别不希望你们再走。所以特别对于一些女孩子来讲，比如说女大学生求职啊、就业啊，这一步一步的有一些指导啊，有一些明确的引领啊，也非常的重要。对自己的人生，对你选择的目标要有一个坚持。这种信念感是来自于您觉得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是有什么事情在您内心埋下过一颗种子，让您相信这一切？和从小受的教育应该是有关系的，从来没有想到过去依赖别人。我觉着你为什么要依赖别人呢？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您在这个岗位上，您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吗？我希望呢，做更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更多的姐妹们吧有所感知，